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哎，今天你就见到了，装逼为你飞起来。韩国总统级保镖嘲讽中国人不经打，擂台上还扭起了屁股跳舞挑衅。中国摔跤王冲上擂台，把他按在地板上疯狂暴打，揍得他哭爹喊娘。好，这场比赛是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看的中韩比局。的确，有的时候啊，打这帮韩国棒子比打小日本子还要解气，还要过瘾。那其中的原因啊，就是韩国棒子要比小日本子还要猖獗，还要嚣张。啊，别看国家不大，人口不多啊，但是他们狂起来的话，可以说整个世界啊都是韩国产的啊，都是韩国人发明的。好，我们注意看眼前的小黄毛，小眼睛，小鼻子，没错，来自于韩国的总统级保镖，巴西柔术冠军赵南珍。我觉得他不要叫赵南珍了，干脆叫指南针算了。反正这韩国人啊，也说我们中国的4大发明是韩国人发明的啊，你干脆代表韩国，你叫指南针算了。赛前有媒体记者采访赵南珍，问他说：“赵南珍，你有什么爱好吗？”结果他竟然表示他有2个爱好，一个是吃泡菜，而另一个就是打中国人。然而今天我们的中国选手表示要帮他把2个爱好全部戒掉。没错，他便是眼前正在出场的摔跤王姚洪刚。来自于河南的姚洪刚，6岁时开始练习摔跤，是我们中国男子综合格斗界的老前辈啊。像李醒亮、宋亚东啊、张明阳等一系列中国格斗选手啊，像唐凯见了姚洪刚都得叫一声前辈。好，双方比赛开始，看一下本场比赛姚洪刚他会有怎样的一个精彩的表现。红方选手黑色短裤姚洪刚，而黄毛白裤衩这是韩国选手赵南珍。一个的话是摔跤高手，而另一个的话是柔术大师。这个赵南珍呢，还担任过总统的保镖。对方是一个典型的反架选手。那什么是反架呢？就是正架我们来讲啊，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而这个韩国棒子啊，它是反的，它右手放在前面啊，左手放在后面。通俗点来讲，他就是左撇子啊，有这么一个习惯。好，进地面了，看一下姚洪刚在上位。但对方的话是柔术高手啊，他无论在下位还是在上位都非常有威胁力。巴西柔术我们简单点来说呀，它就是掰胳膊掰腿掰脑袋，想尽一切办法啊降服你，或者说掰伤你。两个人虽然说都是打地面上的技术啊，但完全不一样。对方的话是以降服为主，而姚洪刚呢，他更多的是以压制然后打击为主。他主要是把你摔倒，然后按着你啊，然后揍你。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好，裁判出手了，因为刚刚呢应该是要跌出擂台，所以说现在换一个位置啊，重新开始。但姿势是完全不变。How do you make a transition as a fighter from wrestling to BJJ? The question is, I'm a top team to help you out in this transition. Well, I can tell you from my experience in BJJ. 这种持续的地面作战是非常考验两个人的体能。在姚洪刚的6岁开始练习摔跤啊，他的体能绝对是没问题。For a grappler of any kind, it's easier than it would be for something on the strike position. 好漂亮！哇，这个翻身很快，侧着把对方翻过来了，这就是摔跤高手的爆发力。两个人不相上下，
比赛刚一开始嘛，所以说现在的力气啊，这个劲儿都很足，就和我们干活一样啊，刚开始干活都是充满斗志，都挺有劲儿的。Well, John Upton struts around like a rock star. Isn't that because he is? Cartwheel pass, unsuccessful. Back inside. The open yard of the 对方很粘人，他现在是粘住了姚洪刚，怎么也甩不掉。这是一般日韩选手比较有的一个特色。哦哟，这一下，这个技术特点没见过，把对方蹬起来，然后翻过来。现在姚洪刚拿到上位，大摆拳，这个拳头都抡圆了。注意看这个韩国选手在和观众互动，意思让台下的观众啊欢呼声更大一点。不过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一会儿你被打到哇哇乱叫、大喊饶命的时候，你也不怕裁判听不见？这就是我们赛前说的啊，有的时候打韩国棒子比打小日本子还要解气，就是因为他们太狂了。又来了，他又在挑衅姚洪刚。哇，这个家伙怎么可以这么狂呀？见过嚣张的啊，像这么狂的的确很少见。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双方在地面战上大战了5分钟。两个人在地面战上打的是难分难解啊，但是说优势的话啊，还是姚洪刚啊占据了一点小优势。但当然，这只是一个热身赛，先熟悉一下对方的打法和风格。第二回合再开始发力。好，现在第二回合开始。代表认错啊，红色拳套的是中方选手姚洪刚，来自我们中国河南，人送外号摔跤王。而白色裤衩啊，小黄毛来自于韩国的赵南珍。注意看，又扭起了屁股，哇，这个人真是完全不把我们中国选手放眼里。不过姚洪刚的确是有着王者风范啊，没有因为对方的这种种种挑衅行为乱了节奏。漂亮，这一下翻腿进地面了。对方在下位做了一个柔术的封闭式防守。但他这个角度很累啊，没错，他把不了太久。对方在下位的话也很危险，他一直在尝试锁姚洪刚的手臂，也就是说呢，他想掰我们的胳膊。小心这个角度，又来掰手臂了。对方这个两条腿啊，刚刚是夹着手臂。但对方的这些个锁技和招式啊，五花八门的技术啊，在姚洪刚面前都是班门弄斧，有点小巫见大巫了。没错，拎起腿来踢。裁判看不下去了，将两个人重新拉回到了站立。好漂亮，对方的飞膝又被姚洪刚抓住了机会。好漂亮，再一次放倒在地。
前两天看新闻啊，也发现了一个韩国人啊非常无知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一个韩国游客来到了我们中国首都啊，来北京来旅游来了。结果在北京玩了一上午之后啊，他表示说呢，下午要去西藏啊，要去西藏去玩去看一看，表示说要打车过去。他以为北京到西藏啊，也就是1-2个小时或者几十分钟。我只能说啊，这帮韩国棒子啊，就是呱呱叫的井底之蛙，甚至还有韩国人狂言说1周之内游遍中国。因为在这帮韩国棒子的脑子里啊，他们不知道我们中国有多大啊，他们以为这个韩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土。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韩国的民众啊，有一部分原因呢和韩国的政府有直接原因。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搜索一下韩国的世界地图啊，韩国版世界地图，看完之后你绝对会感到吃惊。好，我们回到正题，现在比赛第2回合还有1分钟了，1分钟的时间，双方这场比赛是全程打贴身的缠抱和内围，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啊，无法想象的。现在姚洪刚在下位，双腿蹬胯，蹬对方的胯部。We're at the City of Dreams in Macau for Legend Fighting Championship 5. What a great night's entertainment we've had. Penultimate fight. 李景亮的很多摔跤技术和地面技术啊，都是和姚洪刚进行学习的。Both fighters on 110%. Start to finish in this fight. Now they're showing a little bit of doubt. Don't forget, Legend 6 is coming up at the end of October. 对方在上位的砸击看起来还不如挠痒痒啊，很明显他也没劲儿了。It's going to be great. Don't miss out like so many people have tonight. Get your ticket nice and early. As we go to the final stanza of round 2 of the City of Dreams. This is the real stalemate, isn't it? 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双方又打了整整5分钟的地面对局。这场比赛目前来看，姚洪刚无论是在心态上啊和临场应对，包括技术成熟度上，都要比对方啊这个小黄毛、小崽子好太多了。好，不浪费时间，看一下双方的最后一个回合对决。红色拳道红方选手摔跤王来自河南的姚洪刚，而蓝方选手这个小杂毛、小黄毛啊，韩国总统级保镖赵南珍。这回合2个人明显是放慢了节奏，主要是体能上现在都很少了。好漂亮，飞身砸拳。但姚洪刚，我们还是处于擂台中央的一个位置，向对方不断逼近。No, they have the same coach. They're fighting style. Lots of these fighters, I say, fighters have great striking ability. But I think Joe, more than any other fighter, has great jiu-jitsu background. But there's a kick. 好，接腿。Yao going for the takedown. Can he do it? He's got a hold of the leg. Joe throwing elbows. 这个比赛擂台呢，我个人是很不喜欢啊。实际上，综合格斗比赛啊，最适合的擂台那就是8角铁笼，打些个贴身缠斗啊、笼边对局啊，都很方便，也不需要有人在旁边扶着把着啊，也不会因为出现跌出擂台然后换位置的。哦，有漂亮，这下的话很有劲儿啊。哦，哇，这个是什么招式？我们看下位的韩国棒子用双腿夹住了姚洪刚的头，对方为了赢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Lots of Yao pouring onto Joe's body. This is a great chance for Yao to let off some elbows. We've seen throughout the fight, the time spent on the ground primarily has been Yao that's been in the top position.
Here we go, yeah. Oh, no! Double up kick. Fantastic. 哦，还在挑衅，我们看这个小黄毛还在喊。 Yao face. 这个时候的话，无非啊就是在虚张声势，他也知道自己呢大势已去。 His eyes 好漂亮，压起身。 Bloody and bruised. Now it's Yao, but now it's Yao on the bottom. Yeah, Joe with a takedown on his own, just taking the full weight down onto Yao. What can he do? 2 minutes left in this bout. 目前我们看3个回合，姚洪刚在打击分数上的话，那肯定是要比对方高了。我们出拳更多，而且很多次是我们主动把对方给摔翻啊，这都是加分的。注意时间，最后的1分多钟。 Look to his corner for instructions. 1 minute 50 left to go. 哦，又小心， Crowd predominantly Chinese. 刚刚的肘击也很重啊。 Joe making it. Good. That's an illegal up kick to the face. Find how it works with the rules. 哈哈，对方直捂嘴，因为刚刚姚洪刚有一脚呢是踹到了对方的下巴上啊。 Playing the last minute of this fight. 哦，又一次抓单腿放倒在地。 Takedown. 姚洪刚今天啊是怎么摔怎么有，对方也真是防不住。 Yao's got to be careful. He got 又来了， with an up kick in this position earlier. 又是这招， Really got to keep his 躺在地上赖在地板上，我们已经看过啊，漂亮。 smacking Joe. 刚刚一个后手的平勾有打到太阳穴， Dominating position here. 39 seconds left. Don't give up. 你不是不起来吗？你现在想起来，我们也不让你起来了。 From Joe. There it is. Joe diving for the takedown. Yao locking up a guillotine choke. Boom! Here come the knees. He should have been using that earlier in the match. Good finish here from Yao. Playing a bit of catch up with the points deduction. A bloody nose for his troubles, but certainly he's had a great fight here against the Korean Joe. Yeah, if he jumps the guard, he might look to finish this guillotine. Yeah, done a great job with 10 seconds to go. But is it enough? The crowd going crazy, willing him on for the last second for this fight. Dana locked in, definitely confident that they. 好，比赛终于结束，一场3回合的血战。虽然说有点可惜啊，没有产生 KO， 但是这3个回合也的确把对方打得够呛，双方也的确是累了啊。姚洪刚不愧对于中国摔跤王的这个称号啊，让我们恭喜姚洪刚判定获得胜利。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